著名的军事学家丁伟曾经这样形容李云龙先生的打鼾：这小子睡觉打呼噜，比发动机还响。哪个狗日的打我小报告？那时尚且年幼，认为这只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打鼾怎么能跟发动机的声音相提并论呢？直到我步入了大学宿舍，我们宿舍住了4个人，每个人的打呼声音都各不相同。1号舍友这样打，2号舍友是这样，3号舍友。有人好奇我怎么打，很抱歉没有那个机会，因为那段时间我神经衰弱，入睡时听不得太响的声音，于是只能整宿的听他们演奏交响乐。更离谱的是，中间还夹杂着说梦话的，说到兴起时还飙2句洋文。yes。 我一直以为初中学的经中有善口技者中只有未及复后声起是形容打鼾的，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是我浅薄了。火爆声、呼呼风声、抢夺声、泼水声、百千求救声，凡所应有，无所不有，整篇文章可能都是形容打鼾的。那人究竟为什么会打鼾，又为什么打得各不相同？人在睡觉的时候，上呼吸道的软组织会放松下来，气道就会变窄。如果出现任何因素进一步收缩或者阻碍气道，就会导致或者加剧打鼾，比如舌头大、脖子粗、扁桃体发炎、喝酒太多。气流越强，声音就越震撼，而气道越堵，穿透性就越强。如果能够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就能达到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的梦幻效果，给舍友或者枕边人带来如听仙乐而暂明的美好时光。那如果呼吸道被完全堵住了呢？那就会这样。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样的鼾声不仅响彻云霄，而且总是打着打着就找不着了，要过10秒或者更长的时间才会猛地发出一声很大的呼噜。这是由于他们的呼吸因为气流阻塞出现了暂停，每小时可能发生5次，情况比较严重的能发生30多次，有些极其严重的1小时可达100多次。由于长时间缺氧，轻者头痛、注意力不集中、脾气暴躁、智力减退、性功能障碍，重则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缺血性中风，极严重时甚至会出现夜间猝死。如果你有这样的舍友，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如果你就是这样的舍友，可请睡友帮你留意。如果你只能一个人睡，也别担心，临床上多导睡眠监测是诊断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金标准。它不仅可以判断疾病严重程度，还可以全面评估患者的睡眠结构、低氧情况以及心电、血压的变化。缺点就是略贵。如果你想便宜一点，可以使用那种持续记录的血氧仪。夜间睡眠正常的血氧含量在 95% 到 99%， 而中重度患者的含氧量在 90% 以下，且下不封顶。如果你连1毛钱都不想花，也可以手机开个录音，电费呢就实在没法省了。那我们该如何在睡觉的时候好好喘口气呢？首先是减肥，体重增加会导致颈部脂肪堆积，使得咽喉的内径减小，所以没什么好说的，管住嘴，迈开腿，别让脂肪在喉咙上堆。其次，可调整睡姿，仰卧时因为重力作用，舌根向后呈下降趋势，软腭和扁桃体也附着在喉壁上，导致气道变窄。多采用侧卧的姿势，让空气更易流通。有条件的话，也可适当抬高床头的高度，以此保持呼吸道畅通。再者，要避免睡前饮酒，酒精会使喉咙和下颚的肌肉过度放松。如果以上调整都没有明显效果的话，那就需要考虑医院的治疗了。做完检查后，可在医生建议下佩戴合适的呼吸机，例如持续性正压通气呼吸机，或者使用下颌前移装置、舌下神经刺激疗法等。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有点好看，或者对你有点帮助的话，可以关注我们，这样就可以了解更多的医学知识了。